每天同一个位置的你，需要翻译的朋友，请打开字幕观看。第21章，悄悄的改变。自从那天一起走回网吧后，空气里多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那种明目张胆的暧昧，却也不再是普通的店员与熟客。这几天，阿成下班后还是会打着顺路的旗号过来，但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早，从最开始的晚上8点变成了7点半，最后稳定在了7点，好像某种无形的引力正在悄悄缩短这段距离。这一晚，小夏像往常一样整理饮料冰柜，当他拉开玻璃门时，动作突然停住了。冰柜最显眼的那一层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他平时最爱喝的那款柠檬气泡水，商标甚至都统一朝向外面。平时店里存货根本没这么多，也不会摆得这么齐。小夏皱眉看向收银台，这谁补的货？强迫症吗？旁边的同事探出头，笑嘻嘻地说，就在你去后面换衣服的时候，那个常来的帅哥帮你摆的。小夏，他的耳根瞬间红透了，原本想吐槽的话堵在嘴边，嘴角却忍不住疯狂上扬。他闲得慌啊。同事意味深长地笑了，人家那是细心好吧。小夏假装不耐烦地摆摆手，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但当冰柜门重新关上的那一刻，印在玻璃上的那张脸笑意怎么都藏不住。与此同时，阿成正坐在7后机前，手机片幕上显示着搜索界面，如何自然地帮女生做事不被拒绝。搜索结果第1条，做好事不留名，让他自己发现。阿成，他悄悄抬头瞄向柜台。小夏刚关上冰柜门，虽然看不清表情，但那动作似乎比平时轻快了许多。阿成的耳朵慢慢烧了起来。他发现了吗？他立刻心虚地低下头，假装玩手机，但心里那针紧绷的弦莫名松了下来。看来没生气。夜里快打烊的时候，小夏收拾完桌子，突然觉得有些可口。他随手打开冰柜，拿了一瓶那层摆放整齐的柠檬气泡水，滋，拧开瓶盖，喝了一口，微酸的气泡在舌尖炸开，清凉透顶，却在味蕾深处慢慢化开了一个名字：阿成。他迅速晃了晃脑袋，把那个名字甩出去。烦死了，连水都变味了。打烊后，小夏锁门时意识到往街角看了一眼，昏黄的街灯下，阿成正慢慢走远，他的步子迈得很慢，背影看上去并不孤单，反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声音追上去。小夏没有叫住他，只是站在原地轻轻笑了，真是个笨蛋。但这句笨蛋散在夜风里比月色更温柔。第22章，默契的开始。那天晚上客人不多，小夏在整理7号机旁的椅子，刚试着坐下去，只听嘎吱一声怪响，椅子猛地一沉，差点散架。他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皱着眉小声嘀咕，怎么又坏了？真是麻烦死了。他四下张望了一圈，附近并没有其他空闲的椅子，正准备喊同事帮忙搬一张过来，一只修长的手突然从旁边伸出来，稳稳地按住了摇摇欲坠的椅背。小夏一抬头，是阿成，他就那样安静地站在他身侧，呼吸平稳，像是早就准备好要在这一刻出现一样。坏了？他问得很平静，手上的动作却利落得惊人，熟练地把椅子翻倒，准确找到那颗松脱的螺丝，然后像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摸出一把迷你螺丝刀。小夏瞪大了眼睛，你随身带这种东西？阿晨动作没停，低头说道，习惯。其实是为了谁养成的习惯，他没说，也打算烂在肚子里。不到3分钟，椅子修好了，小夏坐上去试了试，稳如泰山。他轻声感叹，技术不错嘛。阿晨抬头看了他一眼，
虽然没说话，但耳根却悄悄红了一片。晚上10点多，小夏去后门扔废弃的纸箱，刚走出去没几秒，身后传来咔嗒一声脆响，门自动落锁了。小夏6个点儿，他无语地扶住额头，不是吧，这么倒霉？手机落在柜台上了，他只能用力拍门。喂，有人吗？开开门！隔音太好，里面没人听到，但在门外仅仅过了几秒，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靠近了，紧接着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心，往后退一点。是阿晨，他来了，就像他一直都在门外守着一样。阿晨检查了2下门锁，低声安吐道：别怕，交给我。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一根细铁丝，伸进门缝里，轻轻一挑，咔嗒，门开了。小夏看着他，那一瞬间有点想笑，又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安心。你怎么？阿晨收起铁丝，有些不自在地挠头，出来透透气。明明10分钟前才刚坐下开机。小夏6个点儿，看破不说破。2人一前一后回到店里，谁都没有说话，脚步声却出奇的一致，默契地踩在同一个节奏上，仿佛已经习惯了彼此这般无声的陪伴。那晚，小夏在柜台前发呆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今天我好像笑了特别多次。而这一切的理由都指向了同一个名字。第23章初雪。下午开始飘起了细碎的雪花，雪势虽然不大，却让空气骤然变冷。小夏站在网吧门口，望着窗外灰白的天空，他对着手心哈了一口白气，好冷啊。紧接着他下意识地按了按外套口袋，那里空空如也。他突然想起那天他给的暖宝宝，虽然东西早已不在了，但他却轻轻笑了。到了傍晚，雪越下越大，店里的客人稀稀拉拉。小夏正在擦桌子，身后忽然传来风铃的轻响。他回过头，是阿晨。他站在门口，肩头落满了一层薄薄的积雪。你来了。话一出口，小夏就觉得多余。他轻咳了一下，掩饰尴尬。我是说，雪下这么大。阿晨站在门口，跺了跺脚，抖落肩上的雪花。路过。小夏。他挑了挑眉。这种天气你也路过？阿晨没反驳，只是慢慢走了进来，脚步很安静，身上还带着室外凛冽的寒气。小夏看了他一眼，突然转身快步走到柜台，从保温柜里拿出一个东西。他走到阿晨面前，伸出手。阿晨低头，是一杯冒着热气的红豆牛奶。小夏别过头，不看他。店里搞活动送的，没人喝。阿晨伸手接过时，指尖不经意触碰到了他的手指，虽然只有1秒，那触感却像电流一样，瞬间暖透了整个冬夜。2人坐在窗边的位置，谁都没说话。窗外的雪无声地落下，阿晨捧着牛奶慢慢喝着，小夏假装看手机，余光却一直停留在他的侧脸上。雪越下越大，玻璃窗上凝结了一层白雾。小夏伸出手指，在雾气上画了一道小小的弯，像是一抹微笑。阿晨看着那道痕迹，嘴角也轻轻勾起，露出了同样的弧度。那天的雪下了一整夜，而在窗边的2个人，虽然彼此没有靠得太近，心却仿佛在同一场大雪中找到了最温暖的依靠。第24章，在不经意的角落里。雪后的次日清晨，空气里还残留着昨夜雪后的清冷。上班路上，阿成站在地铁口，
低头看着脚下尚未融化的积雪，脑海中忽然浮现出昨晚的小夏，那个靠窗的座位，那杯热气腾腾的红豆牛奶，还有他指尖在雾气玻璃上画下的那道弧线。他不自觉地弯起了嘴角，那个弧度真像是在笑啊。办公室里忙得热火朝天，阿成坐在电脑前，手指敲击着键盘，思绪却偶尔会不受控制地飘远。同事递来一份文件，阿成，下午能不能加个班？阿成接过文件，心里突然冒出一个让他自己都惊讶的念头，那我今天岂不是去不了网吧了？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后，他捏了捏眉心，有些无奈又好笑地想，啊，原来不知不觉间，那里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同时间，小夏正在网吧里忙着更换垃圾袋，走到其中一张桌子旁时，发现上面遗落着一条黑色的围巾。他拿起来看了看，质地柔软，不像是粗心的客人随手乱扔的东西。他皱眉思索了2秒，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画面。昨晚阿成站在门口抖落肩头积雪时，脖子上围着了，好像就是这条吧。他愣了一下，随即像是藏什么宝贝似的，迅速把围巾塞进了柜台下面的抽屉里。等他自己来问吧。他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干活，但藏在发丝后的耳尖却悄悄红了。傍晚5点，雪彻底停了。小夏站在门口透气时，手机响了，是闺蜜打来的。喂，下班没？聊了几句家常后，闺蜜突然问道：哎，你今天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轻快？有什么好事儿？小夏怔住，她下意识地抿了抿嘴唇，哪有啊？但心跳却因为这句话漏了一拍。我表现得有那么明显吗？晚上9点左右，网吧的门再次被推开，风铃响起。小夏条件反射般地抬起头，是阿成。他看起来风尘仆仆，神色有些疲惫，但当他在人群中搜寻到他的身影时，紧绷的肩膀明显放松了下来，就像是终于找到了归宿的旅人。小夏假装随口问道：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阿成看着他，声音有些沙哑，却很认真。总觉得如果不来，今天就像没过完了一样。小夏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努力维持着表面的淡定。哦，那机子随便选。只有那红得滴血的耳尖彻底出卖了他此刻的心情。阿成经过柜台时，小夏的手指碰到了抽屉里的围巾，犹豫了2秒，最终还是没有拿出来。他在心里轻轻对自己说：再等等，等你自己来找我。那晚的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雪后寒香，还迷混着一种说不出来却甜到心底的心动。第25章，误会的夜晚。这天晚上，网吧突然变得格外喧闹，好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在大声联机打游戏，还有个客人因为换机子的问题，正对着服务员发脾气。阿成像往常一样坐在7号机，看似在盯着屏幕，余光却一直紧紧锁在柜台里的小夏身上。他忙得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眉宇间透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烦躁。就在这时，角落里的2个客人突然发生了争执，声音越来越大，甚至盖过了游戏的音效。你别碰我东西，听见没有？谁碰你了？你有病吧？周围的人纷纷侧目，小夏皱着眉快步走过去。先生，麻烦2位冷静一下，不要在这里吵。然而他话音刚落，其中一个客人情绪失控，猛地一把推开椅子站了起来，那把椅子失去平衡，直直地朝小夏撞去。小夏根本来不及反应，下意识地闭上了眼。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修长有力的手稳稳地抓住了他的手腕，
紧接着一个身影挡在了他面前，是阿成。他像一座沉默的山，挡住了那把失控的椅子。他盯着那2个闹事的客人，声音低沉，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注意点，这里是公共场合。那2个客人被这个突然起来的气场给镇住了，周围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小夏惊魂不定地抬起头，正对上阿成低头看过来的目光。那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满满的担忧，像是在无声地询问有没有受伤。但也就在此刻，小夏像是被烫到了一样，猛地抽回了自己的手。他后退一步，眉头紧锁，声音有些尖锐：“谁让你过来的？这是我的工作，万一你受伤了怎么办？”阿成愣住了，身在半空中的手僵在那里。他明明只是想保护他，却没想到会换来这样的指责。他垂下眼帘，那双原本明亮的眼睛瞬间暗淡下去，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我只是……他想解释，但小夏已经转身快步走向了另一边。没人看到他转身的那一刻，脸涨得通红，眼里满是懊恼和慌乱。我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那么凶？但此刻的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头去面对他。那晚，阿成离开得很早，雪后的街道依旧寒冷刺骨，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虚浮无力，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闷得发慌。他是不是觉得我多管闲事了？还是我不小心越过了那条界限？他想不通，只觉得冬夜的风比来时更冷了。而此时网吧里的小夏正躲在休息室的角落里，后悔地想撞墙。人家明明是为了帮我才冲过来的，我怎么能对他发火呢？我是疯了吗？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把脸埋进手里面。明天我该怎么面对他呀？我的心乱成了一团解不开的毛线球。但此时的2个人并不知道，这场看似糟糕的误会并不会让他们疏远，反而会变成打破那层若离若即的薄纸，让他们靠得更近的契机。第26章，想道歉却开不了口。第2天傍晚，小夏提早到了网吧，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昨天我是不是话说得太重了？他想道歉，可一想到他当时那副受伤的神情，胸口就觉得发紧。晚上7点，网吧的门被推开，小夏下意识地抬起头，是他。他走进来时，脚步明显顿了一下，像是还在犹豫该不该来。2人的视线撞在了一起，小夏张了张嘴，话还没出口，喉咙突然一阵发痒。他忍不住轻咳了2声，喉咙像被砂纸磨过一样干痛。阿成愣住了，他似乎想说什么，却最终只是低下头，默默走向了7号机。2人都没再说话，空气里塞满了那些未说出口的字句。接下来的1小时，小夏完全不在状态，结账错出了，拿饮料也拿错了。同事忍不住问：“你怎么回事？脸红红的。”小夏低着头：“我只是有点累。”其实喉咙的肿痛感越来越强烈了。阿成虽然没有回头，但余光一直留意着柜台的方向。他看见他揉了揉额头，又看见他按了按脖子。感冒啦？他心里一紧，却因为昨晚的事儿不敢直接过去问。晚上10点左右，小夏去整理饮料柜，刚打开冰柜门，一股冷气直扑脸上。他被冷得皱起眉头，好冷，喉咙更疼了。他忍不住捂住嘴，剧烈地咳嗽起来。就在这时，一道影子挡住了冰柜刺眼的灯光。小夏抬起头，是阿成。他站在他面前，一句废话也没有，只是伸出手把冰柜门轻轻合上了，动作轻缓而沉稳，像是怕惊扰到他。空气突然安静的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小夏愣了3秒。你干嘛关门？
他的声音已经有些沙哑。阿成看着他，眼神里带着平静却克制的担忧。你感冒了？他的声音很轻，透着一丝小心翼翼。小夏眨了眨眼，心像被羽毛轻轻扫过。你怎么知道？阿成垂下眼帘。我听见你咳了好几次，而且脸也很红。小夏一瞬间说不出话来。他突然觉得昨天他被误解时那副沉默又委屈的模样，此刻回想起来竟让他的心隐隐作痛。他轻轻吸了一口气，低声说：昨天的事儿。阿成抬起头，小夏咬了咬嘴唇，鼓起勇气：昨天是我语气太重了，你别放在心上。阿成愣住了，紧绷了一整晚的神经仿佛在这一刻彻底放松下来。他轻轻点了点头。只有一个字，却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来得真实。那一刻，昨天的误会仿佛融化在空气中的残雪，留下的是一点点回温的暖意。第27章，快要倒下的夜里。小夏的感冒非但没好，反而到了晚上愈发严重，喉咙像被火烧着一样疼，脑袋也沉甸甸的。夜里11点，网吧的客人渐渐稀少，小夏想早点收工，手脚却像灌了铅一样越来越慢。刚把饮料补进冰柜，一阵强烈的眩晕感突然袭来，他下意识伸手去撑，却撑了个空。头好晕。他晃了晃脑袋，试图让自己清醒一些，视野却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倒下去的瞬间，一只手从身后稳稳地扶住了他的肩膀，力道沉稳，就像早就预判到了一样。小夏迟钝地回过头，是阿成。他靠得很近，眼底写满了克制的担忧。你发烧了？小夏想摆手推脱，没事儿，我还能……话还没说完，身形又是一晃。阿成眼疾手快地拖住他的手臂，将他稳稳扶住。别逞强。他的声音压得很低，语气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小夏被半扶半号着坐到了椅子上，阿成站在他面前，定定地看了他几秒。我送你回去。小夏下意识想拒绝，不用麻烦，但他的声音轻若蚊蝇，眼神也已经涣散。阿成看在眼里，只是低声说了一句：我不放心。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让小夏怔住了，耳尖悄悄爬上一抹绯红。这次他就没有再拒绝，只是乖顺地轻轻点了点头。阿成脱下自己的外套，轻轻披在他的肩头，动作极慢极轻，仿佛在触碰什么世事珍宝。小夏怔怔地看着他，低声说道：谢谢。这是相识以来他第一次褪去所有的防备，如此真诚地对他说谢谢。阿成的喉结下上滚动了一下，似乎在强行压抑着某种翻涌的情绪。最后他只说走吧，然后半是搀扶半是护卫地陪着他走出了网吧。外面的风很大，他却始终走在风口的那一侧，用身体替他挡去了大半寒意。这一夜，小夏虽然深陷好烧的混沌，心却第一次因为某个人变得前所未有的安稳。第28章，在回家的路上。夜里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阿成半搀半扶着小夏，沿着昏黄的街道慢慢往前走。他的步伐迈得很稳，每一步的幅度都很小，完全是在迁就他此刻虚弱的步调。对不起，他的声音低若游丝，仿佛怕惊扰了夜风。阿成侧过头，借着路灯看了他一眼。道什么歉？我又没生气。我只是……他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昨天那种情况把你吓到了吧？小夏怔住了。他没有说那是因为自己当时的慌乱无措，也没有解释自己其实更在意的是他当时的那个受伤的眼神。
最后他只是把脸埋得更低，轻轻点了点头。走了大概半条街，阿成突然停下了脚步。小夏有些茫然地抬起头。怎么了？阿成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弯下腰，亲手替他拉起了外套的兜帽，把那恼人的寒风严严实实地挡在了外面。动作很轻很细微，却像一片羽毛，悄悄落进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小夏张在那里，脸颊没来由的一阵发烫。他轻声嘟囔：“你这样会让我更不好意思的。”阿成愣了一秒，随后低低地笑了一声：“那我走慢点，让你适应一下。”这句话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却成了这个寒夜里最温暖的一簇火光。到了小夏家楼下，他的脚步还有些虚浮。阿成陪他在原单门口站了一会儿。上去吧，好好休息。他顿了顿，又像是想起了什么，补了一句：“别再逞强了。”小夏轻轻点头。就在转身准备上楼的瞬间，他突然停住了，像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轻声问道：“那个，你明天还会来吗？”阿成明显怔了一下，似乎完全没料到他会问出这样的话。他垂眸思索了片刻，再抬眼时目光里满是认真。“只要你在，我就来。”小夏怔怔地看着他，心跳在这一刻仿佛漏了一拍。他没有再说话，只是轻轻点了头，然后转身快步跑上了楼。回到家关上门，他靠在门杆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跳快得像是要蹦出胸膛。这个人到底是……那是他没能说完的半句话，但滚烫的结痂已经替他给出了答案。第二天早上，阿成刚到公司工位坐下，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实幕上跳出一个陌生却又无比期待的号码。他划开屏幕，是小夏发来的短信，只有简简单单的一行字：“昨晚谢谢你。”就这么一句话，阿成却盯着屏幕足足看了10秒，然后唇角不致控制地轻轻上扬。那一刻，仿佛整个阴霾的冬日都被点亮了。第29章，不小心被看见的那一面。小夏的感冒虽然好了一些，但嗓子还是有些沙哑。他比平时早到了10分钟，一边整理柜台，目光却总是不自觉地飘向那扇玻璃门。我在期待什么？他用力摇了摇头，试图把那个念头甩出去，但下一秒，视线又不听使唤地回到了门口，连自己都骗不了自己。与此同时，阿成在公司忙得脚不沾地，早上连轴转的开会，中午又被抓去改方案。为了赶进度，他连午饭都顾不上吃。等回过头来，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杜志早就抗议过好几轮，他只能趁空隙跑去便利店买了2个饭团，还没得及吃2口，又被叫回了办公室。下午3点，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来自网吧的短信：“尊敬的会员，今晚有充值优惠活动，期待您的光临。”显然是系统自动群发的，但阿长却盯着那条冷冰冰的短信，足足看了5遍。仿佛透过那行字，能看到那个在柜台后忙碌的身影。他轻轻笑了。去，他在心里默念了1个字，没有丝毫犹豫。晚上8点左右，网吧的风铃响了。小夏反射般地抬起头，是他。他原本想装作的若其无事地打个招呼，心脏却不受控制的咚的一声漏跳了一拍。阿成走到柜台前，刚张开嘴准备说来了。就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一阵极其响亮且尴尬的咕噜噜声从他的腹部传了出来，声音大得离谱，整个收银台区域瞬间陷入了紫意般的寂静。小夏愣了2秒，随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不是嘲笑，而是那种被某种反差萌戳中完全忍不住的笑意。阿成整个人僵在原地，红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耳根蔓延到了脖子，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只能慌乱地低头。那个，
中午太忙没顾上吃。小夏努力想要收住笑，但漾起的嘴角怎么都压不下去。我听出来了。他的笑声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宠溺，却让阿成的心跳彻底乱了节奏。小夏转身，从柜台下面的保温柜里拿出一个还温热的面包，给。阿成愣住，啊？又是同事买多的，我吃不下。他说的云淡风轻，但泛红的耳尖却出卖了他。拿着吧，不然等会儿又要咕噜叫了，多丢人。阿成想说不用，但那2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最终他伸出双手，郑重地接过那个面包。谢谢。手心里的温度仿佛顺着血液一路烫到了心里。那晚阿成坐在7号机前，并没有急着开机，而是盯着那块面包发呆。从小到大，他不是没被人照顾过，但像这样安静不邀功，甚至还要找个绝表的借口的关心，他是第一次遇到。他撕开包装，低头有了一口，甜味在舌尖化开。他轻轻地笑了，那是属于一个正在不知不觉中陷得更深的人才会露出的微笑。第30章，第一次奇怪的情绪。周末的晚上，网吧比平时更加喧闹，到处都是键盘敲击声和喊麦声。小夏在柜台里忙得脚不沾地，阿成像往常一样坐在7号机，屏幕上虽然闪烁着游戏画面，但他的目光却像被磁铁吸引一样，总是不自觉地飘向柜台的方向。这时，一个打扮时髦的男客人走到了柜台前，他看起来有点轻浮，属于那种自来熟的类型。他把会员卡往桌上一拍，笑着对小夏说：“妹子，你今天声音挺甜的嘛。”小夏正在低头找零钱，闻言愣了一下。男客人身子前倾，靠得更近了一些。听起来有点哑，感冒了，要不哥哥给你买杯热饮。语气里盖着一股让人不舒服的油腻感。小夏皱起眉头，不动色地往后退了一步。不用，谢谢，我自己有水。男客人却并没有要走的意思，继续嬉皮笑脸。别这么冷淡嘛，那等你下班，我送你回去怎么样？我的车就在外面。小夏的脸彻底冷了下来。先生，请您自重，后面还有客人在排队。语气已经结了冰。不远处的7号机，阿成的手指悬在键盘上，已经很久没有敲下去了。他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看着他对小夏纠缠不休的样子，心里突然涌上一股从未有过的烦躁，像有一根刺扎在胸口，拔不出来，咽不下去。这种情绪来得莫名其妙，却来势汹汹，不是生气，也不是单纯的看不惯，就是极其非常特别的不爽。那个男人还在不知死活的纠缠。别拒绝嘛，给个面子啊，我很温柔的。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小夏刚要发作，一道黑影突然笼罩了过来，紧接着是一个低沉、冰冷，带着一丝压抑怒气的声音：“没听见吗？他说不用。”小夏一惊，那个男客人也被吓了一跳，两人同时回过头，是阿成。他站在那个男人身后，比对方高出了半个头，眼神冷得想把人冻住。男客人眯起眼睛，有些恼羞成怒：“你谁呀？多管闲事！”阿成没有丝毫退让，目光直直地盯着对方，一字一顿地说：“路人。”但他说不用，你听不懂人话吗？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那个男客人被阿成的气场震慑住了，怔了2秒，悻悻地收回会员卡，嘟囔了一句：“神经病，真没劲儿。”然后灰溜溜地走了。危机解除，小夏还没从刚才的紧张气氛中缓过神来，阿成已经转身准备回座位了，背影看起来依然有些僵硬。小夏忍不住叫住他：“喂！”阿成停下脚步，回头看他，
小夏咬了咬嘴唇，盯着他的眼睛。你刚刚干嘛那么凶？阿成沉默了，他也不知道自己刚刚为什么会那么冲动，那种想要把他护在身后，不让任何人染指的占有欲，让他自己都感到心惊。过了很久，他才低声说道：我不喜欢别人那样跟你说话，很难听。说完这句话，他像是怕泄露更多心事，逃也似的快步回去了7号机。小夏正在原地，心跳突然变得很快很快。几秒钟，他低头，嘴角慢慢荡漾开一抹怎么也藏不住的笑意。那是一种被人笨拙地保护着、在意着的幸福的笑。那一刻，两人虽然隔着一段距离，却都清晰地意识到，他们之间有些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了。